为什么有些人只是和你吃了一顿饭，说了几句话，你的整个人生轨迹就能发生转变，而另一些人，你和他们相处了多年，却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迷茫。有人会说了，这纯粹就是运气，这就是命。其实这只是表象。佛法告诉我们，这背后是一套运作了3世的因果法则。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偶然。你以为你们只是机缘巧合的相识，但佛法说，所有的相遇都是赴约。只不过有些赴约是来成就你的，有些赴约是来考验你的，还有一些是来消耗你，让你堕入更深轮回的。华严经里有这样一句话，读来令人心头一震：善知识者，则为牢船，悉令越渡生死海故；善知识者，则为船师，令至一切治法保周故。这里所说的善知识，并非单指高僧大德，而是泛指那些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帮助你觉醒，帮助你积累福德，帮助你越过苦海的人。佛陀把这种人比作船师，因为在茫茫生死苦海中，没有一艘船，你根本无法到达彼岸。那么有一个问题，善缘为何如此难遇？佛家有一个说法，善缘难遇，恶缘易逢。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感叹，而是一个关于人心磁场的精准描述。烦恼、贪婪、嗔恨，这些东西是有重量的，它们像泥土一样，容易沉积，容易蔓延，会不断地吸引相同频率的人和事向你靠拢。而清净、善念、慈悲，这些东西是轻盈的，需要不断的修持，才能在你的生命磁场中站稳脚跟，才能开始吸引同等频率的善缘向你聚拢。所以你一生中能够遇到真正旺你的人，可能只有寥寥几个，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幸运，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种下那颗能够感召善缘的种子。今天这支影片，我想和你讲一件你可能从未认真思考过的事。那些真正旺你的人，他们身上有5个极其明显的特征。这5个特征绝对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有钱有势，能帮你走后门，而是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当你真正理解了这5个特征，你会发现，原来你人生中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早就有一个这样的人悄悄站在你身边，只是你当时没有认出来。更重要的是，我还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背后的3世因果，比你想象中的要震撼得多。在此之前，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打出这几个字：善缘聚，福自来。这不只是一句祝福语，在佛法的角度来看，当你把这样的愿力说出口，你其实已经在为自己种下一颗善缘的种子了。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大家可以点赞先收藏起来，慢慢看。好，我们先解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能遇上旺自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贵人，而有的人终生都可能遇不到呢？佛教对这件事有一套极为完整的解释系统，就是因为这个3世因果。所谓3世，指的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因果则是贯穿这3世的一条看不见的线。我们这一世所有的遭遇，包括你遇见了谁，爱上了谁，被谁帮助，被谁伤害，全都是过去世所种下的因，在今生结出的果。而你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念头，又会成为来世果报的因。这条线从来没有断过。那么当一个旺你的人出现在你生命中，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果在运作？第一层是前世的善因。佛法认为，相遇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偿的。你和某一个人在今生成为贵人关系，很可能是因为在过去某一世，你曾经帮助过他，救度过他，
或者你们曾经一起行善，一起修行。这种因缘就像一粒种子埋在了地里，时机成熟，它自然会发芽、开花，在今生结出善缘相遇的果。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记载了地藏菩萨无数世发愿救度众生的过程，每一次的发愿，每一次的布施，都在因果的网络中形成了极深极广的善缘。这些善缘在一世又一世中持续地发挥作用，让无数人在不同的时空里受到度化。这说明善缘的力量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你身边如果出现了一个真正忘你的人，请你认真想一想，你们之间可能欠着一段来自前世的情谊。他今生来望你不是偶然，而是你过去积累的善因，在这一世终于结出了果。第二层是今生福报的相应，光有前世的善因还不够，就像一粒种子，过去你种下了它，但如果今生这片土地荒芜贫瘠，种子也无法生长。佛法告诉我们，福业相当，方为相遇。意思是，当你今生的修为、行善的程度、持戒的清净程度和某一个人的福报层次达到了相应的频率，你们才能真正相遇，并且让这段善缘发挥作用。这就解释了一个很现实的现象：为什么很多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遇见了改变他们命运的人？往往是因为在那个阶段，他们自己也在向上走，也在变好，也在用心修心、行善、守戒。这种向善的磁场会主动吸引同频的善缘向你聚拢。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整日心存贪念、嗔恨、怠惰，他的磁场就会不断排斥善缘，吸引的反而是消耗他、蒙蔽他的人。这不是什么神秘学说法，这是因果法则在磁场层面的运作方式。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第三层是菩萨或善知识的示现，这是三世因果中最深妙也最令人敬畏的一层。在佛教的世界观里，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会以各种面貌示现在人间，可能是一位陌生人的一句话，可能是一位老师的一个眼神，可能是一本书、一首歌，甚至是一场苦难。他们来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为了让你觉醒。维摩诘经中有言，菩萨行于世间，常以善巧方便度化众生。这种善巧方便，有时温柔，有时严厉，有时让你欢喜，有时让你痛苦。但无论哪一种形式，最终的指向都是同一个，让你离苦，让你觉醒，让你的生命越来越趋向清净与自由。你身边也许就有这样的人，正在以某种你还没有认出来的方式默默地望着你。那么这样的人到底有哪些特征？怎么才能在人海茫茫之中认出那个真正望你的人？第一个特征是具足慈悲心，能让你心境平和。佛家有一句话说得极好，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内心充满慈悲的人，他的气场不需要刻意展示，他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周围的空间里，渗透到和他相处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和他在一起，你感觉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特别有道理的话，不是因为他给了你什么物质上的支持，仅仅只是他在那里，你就莫名地觉得没事了，一切都会好的。这种感觉在佛法里有一个精确的解释，真正具足慈悲心的人，他的内心已经对贪嗔痴三毒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净化。烦恼即火，慈悲即水。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慈悲的清凉之水，他不只是自己不容易起火，他还有一种能力，能够悄悄地帮你平息内心那些无名的烈火。这在现实中表现得非常具体。当你和一个充满慈悲心的人相处，你会发现自己不容易动怒，不容易嫉妒，不容易陷入焦虑的漩涡。不是因为你压抑了情绪，而是因为在那种磁场下，那些负面的情绪
根本就没有那么容易升起来。这就是潜移默化4个字真正的含义。有人会问，慈悲心和普通意义上的好人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深度。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好人可能只是脾气好，不计较，对人和善，但具足慈悲心的人，他的不计较不是因为懒得计较，而是因为他真的看透了苦，他对一切众生的苦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悯。这种悲悯不是同情或者怜悯，是一种平等的深沉的关怀。他希望你好，不是因为你对他有用，而是因为你就是众生之一，众生皆苦，苦当被解。宋代的大慧宗杲禅师在他的书信集《大慧书》中多次提到一种修行中的境界，见人苦处如自受苦。这种境界正是慈悲心成熟的体现。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加持。与这样的人相处，你的心会安，你的境会转，你的好运也会在这种安静的心境中悄然积累。那第2个特征是敢于说真话，是你生命中的逆耳菩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称呼别人为善知识，但在佛门中，善知识这个概念的地位可是相当高的。阿难尊者曾问佛陀，世尊，亲近善知识是不是修行的一半？佛陀回答说，不，阿难，亲近善知识是修行的全部。这句话极为震撼，它说明了在佛陀的教导里，遇见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其重要性等同于整条修行道路。那么善知识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不是帮你说好话，不是让你开心，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敢于直说真话。生活中有一类人，你和他们相处总是感觉很愉快，因为他们永远在夸你、顺你、迎合你。每当你说出一个想法，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对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每当你做了一个决定，哪怕那个决定明显有问题，他们也会说你这样做肯定没问题。这种人在世俗眼光里是好相处的人，但在佛法眼光里，他们是在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赞美帮助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而那些真正忘你的人，他们的表现截然相反。当你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他们会戳破你的幻象。当你在一条明显走偏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会不惜让你不舒服，直接告诉你，你搞错方向了。这样的话听起来刺耳，但正是这种刺耳救了你。佛教把这样的人称为逆行菩萨或逆增上缘。从因果的角度来看，能够指出你盲点的人是在帮你消业。每一次错误的决策被提前纠正，就等于消除了一段本来会落在你身上的苦果。他们不只是在帮你避开麻烦，他们是在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命运走向。这里有一个极为著名的佛教故事，出自《杂阿含经》。有一次，提婆达多心生恶念，想要加害佛陀，夺取僧团。众比丘纷纷前来恳切劝告，言辞急切，直言不讳，希望他悬崖勒马，停止造作地狱重罪。但提婆达多嫌众人说话太直，语气太重，不留情面，心中恼怒，怀恨在心，不但不听半句忠言，反而变本加厉，一意孤行，最终身染恶疾，堕入无间地狱，万劫不复。故事简单，道理深刻。真正关心你的人，往往不会考虑自己的话好不好听，他们只考虑你听了之后会不会得救。现实中你能遇到多少这样的人？能在你最得意的时候还敢说你错了的人，能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不给你虚假安慰，只给你真实判断的人，能在关系破裂的风险下也要对你诚实的人。这样的人是极为稀有的福报。当你身边出现这样的人，请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舒服就把他推开。那种不舒服，往往就是你业障在被触碰、被松动的感觉。
忍过那一刻，你的命运轨迹就会悄悄地开始修正。第三个特征是具有法布施的属性，能够提升你的认知层次。布施在佛教里分为3种：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施。其中功德最大的是法布施，也就是把智慧、真理、正确的见解分享给他人。佛陀之所以被称为3界导师，不是因为他给了众生财富，而是因为他给了众生解脱苦难的智慧。这种智慧的传递就是最高形式的法布施。在你的生活中，或许有这样的人，他不一定很有钱，甚至有时候看起来也没有特别耀眼的社会地位，但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意味深长。他随口分享的一个想法，可能点醒了你纠结了很久的困惑。他看世界的那个角度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维度。但当他把那个角度讲给你听，你忽然觉得，哦，原来人生可以这样理解。这样的人就是具有法布施属性的人。和他相处，你的认知层次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拉高。认知层次一旦被拉高，你看世界的眼光变了，你做决定的框架变了，原本困住你的障碍，在新的认知框架下，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努力去解决，而是自然的化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法布施被认为是功德最大的布施，它不是给你鱼，而是给你整片海洋的地图。这让我想起了唐代禅僧禅宗临济宗的开创者临济义玄的另一个公案，说的是他早年在黄渤西运禅师门下修行，起初迟迟不敢发问求法，后在首座木舟禅师的鼓励下，鼓起勇气向黄渤禅师请教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可他3次发问，话声未绝，便被黄渤禅师3度棒打。这突如其来的棒喝让临济义玄满头雾水，茫然无措，自认业障深重，无法领悟佛法，最终哭着向黄渤禅师辞行。遵照黄渤的指点，去找大愚禅师哭诉心中的困惑。他向大愚禅师倾诉，我3度问佛法大意，3度被黄渤和尚棒打，不知我究竟有过无过。大愚禅师只说了一句话，便让临济义玄当下开悟。那一句话究竟说了什么？历代祖师各有解读，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句话就是一次极为精准的法布施。在临济最迷茫、最需要点醒的那一刻，以最直接、最精准的方式，把那把能打开他心结、让他顿悟佛法真谛的钥匙，稳稳交到了他手里。如果你身边有人在你最迷茫的时候说出了那句让你一下子豁然开朗的话，请相信那不是偶然，那是法布施的缘，是你过去世积累的福德，让你在今生遇见了那个能点醒你的人。珍惜认识这种人的机会，因为认知层次的跃升才是所有旺的根基。一个人可以因为贵人的帮助一时得势，但如果认知层次没有提升，那个好运很快就会漏掉。而当你的认知真正提升了，你不需要任何人帮你，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贵人。第4个特征是磁场相合，与你同愿同行。佛法中有2个概念，叫做共业和别业。别业是你一个人独自造作的因果，共业则是你和他人共同造作、共同承担的因果。当2个人有共同的善愿、共同的修行方向，共同愿意为某件有意义的事情全力以赴，他们就会形成极强的共业善力，彼此成就，相互增上。这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往往非常微妙。你和一个真正磁场相合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做事，会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不需要过多的言语解释，对方就能理解你在想什么。你提出一个方向，他已经预想到了下一步。你们的想法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出现高度的重叠，甚至让人感觉像是2个人共享了同一个脑子。这不是什么心灵感应，这是同频共振的结果。当2个人的核心价值观高度接近，
当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深层动机都是出于真诚的善愿，他们的磁场就会产生共振，形成远大于两个人单独力量的合力。佛法把这样的关系称为同行善友。法华经中，佛陀屡屡提及善友共修的力量，说的正是当修行者与志同道合的善知识同行，会加速彼此的解脱进程。这是1+1远大于2的道理。历史上最经典的同愿同行案例之一，是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召集123位同修竭力白莲社的故事。慧远大师与这些同修在价值观和修行愿力上高度契合，他们立下共同往生西方极乐的愿望，互相扶持，互相激励，精进修持念佛三昧，最终全部在临终时现出瑞相往生，或见佛菩萨接引，或有异香满室、莲华显现等灵验。这段历史被后世净土宗奉为同愿同行最有力的证明。慧远大师也因此被尊为净土宗初祖。在世俗层面，这种特征也同样适用。当你遇见一个和你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会有一种奇特的顺畅感，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推着你们前行。这不是运气，这是善念相感应之后，共同的善报开始提前显现的征兆。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真正与你磁场相合，还是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合得来？最根本的区分标准在于动机。表面契合的人在一起是为了彼此利用，互相索取；真正磁场相合的人在一起是因为彼此都想把某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好，彼此都想让对方变得更好。前者是欲望的磁场，后者是愿力的磁场。欲望的磁场最终走向分裂，愿力的磁场最终走向成就。第5个特征是惜福且律己，能带你远离消耗。这是5个特征中最容易被人忽视，却往往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佛法说福报，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过去世的善行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资粮，就像银行里的存款，这个存款是有数量的，不是无限的。当你过度消耗，当你挥霍无度，当你对他人的付出毫不感恩，视为理所当然，你的福报就在一点一点的减少。与此相对的是惜福。惜福不是吝啬，不是什么都不舍得用，而是对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保持一种深深的感恩和珍惜。惜福的人懂得把每一点福报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不炫耀，不因为一时的欲望冲动就把积累多年的福德挥霍殆尽。真正旺你的人，往往就是这种惜福且律己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示范。和他们在一起，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消耗方式，开始注意自己哪些习惯是在损耗福报，哪些行为是在积累福德。佛教史上有一段关于百丈怀海禅师的故事。百丈禅师制定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清规，用极为严格的自律方式来管理自己和寺院里的僧众。他年老之后，弟子们心疼他，把他的农具藏起来，不让他劳动。他当天就不肯吃饭，说：“我没有劳作，怎么可以用餐？”百丈禅师这种对福报的真实方式，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而是他对宇宙法则最深刻的理解。一切所得必有其代价，一切福报必有其来源。轻易消受，不知感恩，就是在透支命运。反过来，那些不懂惜福、贪婪奢靡的人，他们的存在会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侵蚀你的福报。这种侵蚀有时是直接的，他们向你借钱不还，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有时是间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你，让你也开始追求不必要的消费和虚荣，让你的内心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难以满足。与惜福律己的人在一起则完全相反，他们的那种安定感
那种对生活简单而真实的态度，会慢慢地校正你内心的方向盘，让你开始对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重新产生珍惜，让你的生活逐渐进入一种稳步上升、越来越有底气的状态。这5个特征不需要全部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但只要其中一个特征足够深厚，那个人就已经是你生命中极其珍贵的善缘了。遇到一个都是造化，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旺你的人，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当你遇见了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做？很多人在听到贵人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找到那个人，然后想尽办法靠近他，利用他，从他身上得到最多的帮助和资源。这种想法在佛法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倒见解，它不会让你的善缘越来越旺，反而会让你把这段来之不易的善缘亲手糟蹋掉。佛法对待旺你的人有4个核心的态度，缺一不可。第一是珍惜感恩，不轻视，不糟蹋善缘。为什么有些人原本遇见了很好的贵人，最后却落得缘分破裂、老死不相往来的结局？很多时候原因出在他们对这段善缘的态度上。当一段关系进入熟悉的阶段，人很容易开始理所当然，他帮了你这么多次，再帮一次又怎样？他对你这么好，偶尔对他差一点又能怎么样？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正是在一点一点消耗着这段善缘的能量。增一阿含经的教义，知恩报恩，是为第一。在佛法看来，感恩不只是一种礼貌，而是一种修行，是一种让自己的心与善缘保持连结，持续感召更多善缘的方式。当你真正对一个人心怀感恩，你会在每一次的相处中，把那份感恩化为更多的用心，更多的珍惜，而不是把一切当成理所应当。珍惜还有另一层含义，不在背后随意议论评价这个人，不把他对你的好处拿出去当谈资显摆，不把他给你的智慧和资源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地方。每一段善缘都有它的重量和尊严，当你用轻率的方式对待它，它会悄悄地离你而去。第二是以善报善，多赞美，多帮助，多包容，多布施。佛法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善的流动。善缘不是单向的，它需要双向的流动才能维持生命力。旺你的人忘了你，你是否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望他们？不一定要是物质上的回报，有时候一句真心的赞美，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份在他需要时给予的陪伴和包容，都是善的流动。这里特别要提到赞美这件事儿。佛教里有一个叫做随喜功德的修行方式，看见别人做了好事，由衷地为他高兴。这种喜悦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当你真心赞美一个旺你的人，你不是在奉承他，你是在做随喜功德。这个功德同样会回流到你自己的福德账户里。对旺你的人保持包容也是极为重要的。再好的人也会有他自己的局限和盲点，不是因为他圆满了才来旺你，而是因为他在某些面向上的善根与你的因缘相应。当他的局限和盲点出现的时候，给予他包容，而不是因为发现他也不过如此就转而轻视他。这种包容是你修行成熟度的体现，也是这段善缘能够持续长久的基础。第三是共同修行，一起行善、修心、成长。旺你的人最理想的相处方式，不是你单方面从他身上吸取营养，而是你们一起成长。这就回到了前面说的同愿同行。当两个人能够一起行善，一起修心，他们的善缘不只是维持在原有的层次，而是会螺旋式的向上提升，创造出超越两人各自能力的更大的善果。
你身边如果有望你的人，不妨想一想，除了接受他的帮助之外，你是否也能为这段关系注入一些共同成长的能量？哪怕只是一起读一本书，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一起发一个向善的愿，都是在为这段善缘增添新的生命力。第四，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不执着占有，缘来珍惜，缘去不恨，缘起性空。这是佛法对待所有人际关系的终极智慧，也是对待善缘最深的修行。人的本能是对美好的东西产生执着，遇见了一个真正望你的人，你很自然地会希望这段关系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会担心有一天他会离开，会因为他的疏远或离去而感到痛苦。这种执着在佛法看来，恰恰是让善缘变质，让自己受苦的根源。佛陀在《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都有其生灭，善缘也是如此，它有它出现的时机，也有它自然落幕的节点。当一段善缘完成了它在这一世的使命，它的消散不是背叛，不是失去，而是那段因缘的圆满。执着地抓住一段已经完成使命的善缘，不只是徒劳，还会产生新的苦。而能够在缘起时全心珍惜，在缘灭时平静放下的人，他对善缘的消化和转化是最完整的。那段缘所带给他的智慧、成长和福报，会完整地留在他的生命里，成为他继续感召下一段善缘的资粮。这四种态度表面上看是在说如何对待别人，但本质上是在说如何修炼自己。当你能够做到珍惜感恩，以善报善，共同修行，不执着占有，你已经不只是在善待身边的人，你是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感召善缘的人。说了这么多关于望你的人的特征和相处之道，现在来到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在望你还是在好你？这个判断不需要你成为多么高深的修行者，也不需要你通晓三世因果，你只需要仔细聆听自己身体和内心在告诉你什么。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相处之后的感受。当你和一个人相处之后，如果你感觉到心安、清静、积极，甚至萌生了一种想要去做好事、想要改善自己的冲动，这个人很可能是在望你。心安是因为他的存在不会触发你内心的不安全感，清静是因为和他在一起不会激起你的贪念和嗔怒，积极是因为他的言行为你展示了一种向上的可能性。这三种感受都是善缘磁场的自然流露。反过来，如果相处之后你感到焦虑、烦躁、嫉妒或怨恨，如果你发现自己和他在一起总是在谈论别人的八卦，总是在抱怨，总是在比较，这段关系多半在消耗你。更严重的是，如果相处之后你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耗感，那种感觉就像是做完一件事之后，却发现自己比做之前更疲惫，这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说明这段缘在某个层面上是在让你的福报流失的。佛法中有一个词叫做染污缘，会污染你清净心的因缘。染污缘不一定以恶人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它伪装得非常温暖，非常友善，甚至让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开心、很刺激。但开心和刺激并不等于在望你，很多时候那种短暂的开心和刺激是以消耗你的清净心、消耗你的精气神为代价换来的。真正的望是那种安静的、持续的，让你越来越有力量感的状态，而消耗往往是那种热闹的、短暂的，事后让你感到空洞的状态。还有一个更细腻的判断维度，你的想法质量在和这个人相处之后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和望你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开始变得更清晰、
更有深度，更有方向感。你开始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开始对某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了不一样的思考，这就是认知层次被拉高的体现。而和消耗你的人在一起，你的想法往往会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短视，越来越纠结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甚至开始对一些本来没有在意的事情产生焦虑和怨恨。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与忘你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像你最好的那个自己；与耗你的人在一起，你会越来越活成你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件事，判断一个人是忘你还是耗你，不是为了冷漠地切断所有消耗性的关系，而是为了让你在清醒的状态下做出更有智慧的选择。有些耗你的缘，也是你必须面对和化解的因果，不是逃避了就能消除的。但知道了一段关系的性质，你至少可以在相处的过程中保持更高的觉知，不被消耗性的磁场完全吞没，也能更加珍惜那些真正在忘你的人。最后，我想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留给你思考。佛家看忘你的人，本质上看的不是你能从他身上得到多少，而是看的缘，这段缘的深度，这段缘的方向，以及你是否有足够的福德去承接这段缘。有一句话，我希望你把它刻在心里，所谓贵人，不是提拔你的人，而是那个让你觉醒的人。真正的忘，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改善，而是内在智慧的开启。一个人外在在顺遂，物质在丰足，如果他的内心仍然被贪嗔痴所束缚，他仍然是活在苦中的人。而当一个人的内心开始觉醒，开始看清人生的真实面目，开始对自己的贪嗔痴有所觉察和对峙，那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力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忘。忘你的人，他的最大价值不是他给了你多少资源，而是他点燃了你内心的那盏灯。然而，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果逻辑，是很多人在讲贵人这个话题的时候容易忽略的。如果你只是一心等着贵人来忘你，而从未思考过自己是否也有能力去忘他人，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善缘。佛法说，果从因生，相由心生。你这一世的善缘数量，取决于你这一世和过去世积累的善因数量。如果你只知道接受，从不布施，只知道索取，从不付出，只知道被人点亮，却从未想过用自己的光去温暖他人，你的磁场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够感召善缘的磁场。想要遇见忘你的人，先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忘人的人。这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生命能量的自然运作规律。当你开始用慈悲心对待身边的人，当你愿意说真话而不是奉承，当你乐于分享智慧而不是把它藏起来当成优势，当你开始与人同愿同行，当你学会惜福律己，你会发现曾经让你求之不得的善缘会自然地向你靠拢。这种善缘的流动才是改变命运的最深层逻辑，不是因为你足够幸运，而是因为你足够值得。在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你做一件小事，回想一下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符合今天讲的某一个特征，曾经在某一个时刻真正忘过你？如果有，请在留言区写下它，或者只是写下一句感恩的话。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次随喜功德，是你在为自己种下新的善缘种子。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共鸣，有所触动，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个真正忘你的人，让他知道他在你心里的位置。也请帮我点赞和热推这支影片，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见这段内容，让这善法的流动在更多生命之间发生。愿善缘聚，福自来。